众所周知，掰弯了一个直男要远比弯了以后再想掰直简单。而在武器领域中，弯与直也像你男性朋友的性取向一样，虽然一眼看上去泾渭分明，但总会受到一些外界影响，在潜移默化中产生改变。有些人认为刀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从直变弯的过程，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谁出手掰弯了刀呢？实际上，弯刀对于大部分农耕文明来说，不是什么难以想象、无法实现的东西。不如说，早在青铜器时期就有过不少弯刀。不过，介于青铜这种材质天生丽质难自弃，这种青铜弯刀更多的可能只是作为礼器使用。如果硬要拿青铜刀上战场，那战士估计就能体验一下青铜刀带来的嘎嘣脆体验了。受限于青铜的材质问题，青铜刀的强度难以支撑大力挥砍，较脆的青铜只适合制作更常用于捅刺的直剑。直到后来冶铁技术成熟以后，钢铁才赋予了实战刀具第二次被掰弯的机会。要说世界上最有名的弯刀，可能除了各路游牧民族手中的弯刀以外，日本刀和波斯的舍氏尔弯的让大部分人印象深刻。我们接下来就一个一个看他们为何而弯。不过其实说起日本刀的弧度，其实并非有意为之。如果你穿越回去找到一个早期日本刀匠，问他为什么要把刀锻造成弯的，他肯定会无辜三连，我不是，我没有，你不要瞎说呀。其实要说真要找个人为掰弯日本刀这件事儿背锅，那可能要算到伽利略头上。倒不是说这位意大利科学家超时空托梦赋予了日本刀匠打造弯刀的设计思路和技术，就像使用投石机时想让借助杠杆原理起飞然后从高空坠落的石弹对敌人造成伤害时拜一拜阿基米德与牛顿两尊大神，搞不好带来的 buff 要远大过拜上帝。这就是科学的力量，小子。在日本刀变弯这件事上同理，实际上古代的日本刀匠怎么一淬火就自动出柜了呢？好在后来他们发现弯着也有弯着的美，还带来了一些预想之外的性能优势。而这之中的原理要是用科学点的说法解释，那么掰弯日本刀的那只无形之手就是伽利略发现的热胀冷缩。简单的来说，就是刀条在锻造过程中渗碳时，开刃端渗碳多，导致加热后前段的钢温度要高于后段的钢。由于温度差别，淬火时降温的速度不一样，前段更快，后段更慢。热胀冷缩会让打造好的直刀先向前弯曲，然后再向后弯曲，最终定型。不过让它出柜的如此果断，原因也不止一个。比如金属淬火过程中，其中的奥氏体在变为马氏体时反而是膨胀的。日本刀的反并不是光靠刀背收缩将刀刃拉弯那么简单，很大程度上也是刀刃马氏体膨胀，而刀背不出现此现象，一个在后面拉，一个在前面推，最终造就了日本刀身上独特的反。并且日本刀的反还会因为时代不同呈现在不同的位置，比如平安到镰仓初期的早期太刀身上常见的都是腰反，当时因为锻造技术原因，镐造的刀基本上必会呈现腰反。也有人认为这种姿态是日本刀与阿伊努人撅手刀之间联系的证据。这之中最著名的代表作还得是童子切鞍钢，从他身上就能清楚地看到整把刀的弧度在靠近颈的位置突然增加。此后出现了又被称为鸟居反的中反，弧度的中心向前移到了中部，因为整体弧度匀称，像神社的鸟居，所以获得了这个别名。室町时代后期，先反成为主流，大部分打刀基本都是先反。实际上，考虑到日本刀弧度出现的原因，理论上，如果打铁时故意把刀条打造成向前弯曲的样子，是可以在不加入额外工序的情况下，打造出一把生来就被掰直的日本刀。不过这么做其实没什么必要。要说为什么的话，一来是大家也都习惯了有反的日本刀，二来上面也提到了弯有弯的好，还是存在一些隐藏 buff 的。比如弯刀可以进行脱割来造成更大的伤口，同时脱割也比硬劈硬砍更省力，尤其是在马上这点更明显。依靠马的冲击力和速度，刀只要伸出去就可以自然完成脱割，呈现弧线的刀身在脱割时更加顺畅，即便战马速度很快，也不会产生过大的反冲力让武器脱手。
步战时拖一刀出去，也更便于收回招式继续攻击或者进行防御。说通俗点就是后摇硬直角，不容易被敌人抓到破绽，并且日本刀自带的反也更方便于拔刀。总归种种因素叠加之下，武士们发现弯就弯吧，挺好的，本身也是刀自愿变弯的，何必强行掰直呢？于是日本刀就这么一路弯到了现在。考虑到后来日本战国不少大名都有收小姓的习惯，主君与小姓之间也经常流传出一些 gay 的传言，好像和弯成这样的日本刀在某种层面上又实现了画风的统一。与日本刀相比，号称狮子尾巴的舍舍尔弯刀弯出的弧度就更加销魂了。这种弯刀是中亚的泛突厥民族首创，在7世纪前后，整个欧亚世界西至阿瓦尔汗国，东至九姓铁勒均有类似形制的刀剑出土。舍舍尔的最早形态是泛波斯形，后来又衍生出了奥斯曼舍舍尔以及印度舍舍尔。与日本刀自然形成的反不同，舍舍尔弯刀的弧度就显然是锻造者有意为之了。在欧洲与西亚的漫长冲突中，欧洲人可没少见识过这种武器的威力。比如当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就和手持奥斯曼系舍舍尔的马穆鲁克骑兵正面交锋过。当时的法国军官记录了不少对手弯刀的恐怖性能，比如马穆鲁克骑兵对我军造成的伤害可谓十分的惊人。他们只是将刀前伸，靠着战马的冲力和手腕的力量，将刀身砍入我们骑兵的身口，或者是将刀身横拉，凭着相对速度就能造成可怕的伤口，或者是地上有被整齐削下的胳膊甚至大腿，有的士兵甚至被拦腰砍成2段。我的部下有几位身首异处，有的身体断成了2截，有点伤势也极为严重，手背手腕全部被切断，情况十分凄惨。后来这恐怖的杀伤力也成功让法国人真香了，进而影响到全欧。最后直到今天，欧美仍然在大量使用由奥斯曼式舍舍尔改进而来的军刀。那么同样是弯刀，舍舍尔和日本刀哪种的劈砍威力更强呢？如果硬要两者相比的话，舍舍尔弯刀主要目标还是武甲单位，主要是骑兵用来对付武甲的步兵单位。之所以刀的弧度如此之大，可能是跟阿拉伯马的速度比较快有关。马速很快的话，弧度越大的刀切割起来越顺滑，越不容易震手。被切中的人体会沿着刀身弧度割过去，手腕几乎不怎么吃劲儿。但是拿来劈砍的话，直刃刀要比弯刀劈砍更给力，而刀尖往前弯的反曲刀比直刃刀更利于劈砍。弧度越大越适合拖割而非劈砍。这一点上，日本刀中作为骑兵刀的太刀，普遍比步兵用的打刀弧度更大，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样看一下专门用于劈砍的斧头，斧柄要么是直的，要么带点前弯，从没有往后弯的斧柄。所以单论劈砍能力来说，作为骑兵刀，弧度相对更小的日本太刀劈砍能力要更好一些。如果拿来跟日本打刀对比的话，我觉得自己看一样冷钢日本打刀的测试视频就能自己对比出来了。打刀测试的都是砍2头生猪，而舍舍尔弯刀砍的都是火鸡、水果、小块猪肉，唯一的一头整猪还是拿来测试穿刺攻击。但你要说波斯骑兵和同时期的日本骑兵对冲的话，波斯骑兵大概能把日本骑兵打出降。毕竟到了江户时代，日本马匹的肩高也才在120到130厘米，这个高度就别提和欧亚大陆的战马相比了，跟驴子差不多，是旗鼓相当的对手。当然了，直刀变弯这个现象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其实都曾经出现过，比如中国汉唐时期多为直刀，辽宋金时刀作为兵器逐渐向弯曲发展，蒙元早期使用的其实也不是弯刀，而是直刀。但是他们在和西亚的交易中发现了当时的阿拉伯弯刀，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舍舍尔。这种弯刀更加的实用，后来蒙古工匠在引入中原地区的热处理技术后，成功改进了阿拉伯弯刀，变成了后来的蒙古弯刀。蒙元统治者为了防止中原及南方汉民的反抗，多次将他们的枪刀剑戟没收消融，致使汉唐以来传下来的直刀逐渐销声匿迹。汉唐兵器的传承出现了断层，代之而来的蒙古弯刀却普遍流行起来。说了2个刀，有正着弯的，那自然就有反着弯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反曲刀。作为哲学文化的重要普及者，希腊罗马人在反曲刀这块可以说是非常有发言权的。比如古希腊重装步兵们最爱的搏斗武器科匹斯弯刀，
就是这其中的代表作。在造型上，后来被称为狗腿刀的库尔喀弯刀和科皮斯弯刀比起来，基本只能算迷你款。而它最独特的自然是那标志性的反曲刀身。这种反曲设计使刀刃的打击点前置，变相增加砍击时的发力角度，令砍击更有效。当手柄水平指向前时，科皮斯的砍击点比一般短剑为低，使刀刃击中目标时，手部更能有效发力扯击。一般短剑在砍击击中目标后，通常因为角度有限而要从砍击变成切击动作。此外，科皮斯的另一个特色在于倒钩状的刀柄设计，这样的主要作用并不是像剑格般保护手部，而是固定持刀那只手的底部，避免出现击点前置而令刀刃上翻脱手的情况。倒钩的刀柄有时会被雕刻成动物的形状，如马、鹰等。由于科皮斯能够模拟斧头的击点前置，所以其应用手法跟一般砍刀相似，都是以斩击、削击为主。虽然一些科皮斯的刀身1/3是双刃设计，可以用于刺击或反刃，但由于刀尖与手柄并不处于同一直线，因此刺击性能不如短剑。除了上文提及过的民间用法外，科皮斯亦经常使用在战阵中。作为与短直剑并驱的短兵使用，科皮斯跟短直剑的用法截然不同。短直剑主要用于盾牌护戟时刺激敌人，而科皮斯则适用于砍劈及步骑兵通用。在步兵使用方面，据说斯巴达战士大量使用科皮斯作战，并因此成名。科皮斯优异的砍劈能力足以用于破坏对方护盾或兵器之用，而反曲的设计则有机会击中盾牌后的敌人。不仅希腊、罗马，弯刀也是当时欧洲蛮族的最爱。比如色雷斯人的大砍刀就以其弧形刃身前倾的刀出名，他们同时也使用长剑和斯基提亚匕首。剑是色雷斯人几乎唯一的第二武器，但通常只有贵族们承担得起，大部分的士兵只能使用短匕首。到了晚期的色雷斯军队中，剑才变得普及起来，超出一般的长度以及明显的曲度，乃是色雷斯剑与其他剑最大的不同。当时在记述彼得纳战役的文献中曾提到过，色雷斯人在他们的右肩之上挥舞着一种重型弧刃的大长刀，色雷斯大砍刀，拥有一个较长的刀柄。因为毕竟是双手型重武器嘛，柄上就是略带弧度的长长的刀身。这种刀看似纤长，从柄到刀尖基本都是铁制的，浑然一体。虽然刀柄处外面会包裹上木块或骨块，让握起来舒适一些，同时也能防止脱手。记录中还提到，这种刀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那就是刀柄跟刀刃几乎同样长。有的食物柄和刃都有50厘米长，有的食物刀刃有60厘米长，以刀柄长10厘米，刀刃长而窄，宽度只有2.5厘米。这种武器轻轻一劈就可以卸下敌人一条胳膊，因此让人闻风丧胆。罗马人在达西亚战争面对达西亚类似的大砍刀的时候，可谓是吃尽了苦头，甚至要特别强化盔甲和护腿，以应对这种惊人威力的武器。用希罗多德的话来说，亚历山大时代之后，色雷斯人是排在印度人之后人数第2多的势力，鼎盛时期达100万之巨，40几个部落，随时可以招募大规模的军队。色雷斯在各职业中又只敬重战士，色雷斯战士又是狂野彪悍凶猛的代名词，作为雇佣兵在各国都很受欢迎的。罗马人、希腊人、马其顿人鉴于其庞大潜力，才都想毁灭色雷斯。只不过色雷斯就像其他许多蛮族一样，首先缺乏足够大军团作战的军事素养，这点跟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没得比。色雷斯40几个部落之间又经常是战争不断，内斗不休，他们把他们强大的军事潜力都用在他们自己人的内战上。如果色雷斯各部落之间团结一致，山地人和平原部落同心协力的话，罗马也好，希腊世界也好，恐怕都要面临很大考验和威胁。所以其实世界各地都有各自特色的弯刀，不过对于大部分不了解武器的人来说，弯刀永远象征着弓马娴熟的游牧民族，以及略带异域风情的中东古国。好像只有骑马披毛皮的跟蓄大胡子戴头巾的战士手里的弯刀才能叫弯刀。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印象，主要还是因为弯刀在骑兵作战中更有优势。游牧民族多为骑兵，我们上面也提到了弯刀在骑兵手上时自带的一些优势。抛开这些，从结构上来说，骑兵作战相互交错，短兵相接，多用于劈砍的多。宝剑是双刃，劈砍格挡很容易断折或卷刃，而刀为单刃，可用刀背格挡，用刀刃劈砍。由于刀背很厚，格挡起来就不易折断，而且刃部的锋利也可得到保护。如果两人没有骑马拼杀，单纯步战的话，那可能还不好说，因为此时剑更轻便锋利，刺击也可以更有效地穿透敌人盔甲，大家还能说是各有优劣。但是在马上就不一样了。其实近代西方骑兵一直对于作战中直刀和弯刀哪个更好用这点争论不休。20世纪初，最后一款英国骑兵刀选用直刃身沿用至今。直刃与弯刀之争是两种不同的骑兵流派之争。直刃的剑身偏长，追求的是比敌人更先一步刺到对手，与之匹配是近代科学选育出来的快速型马匹。弯刃刀对马的速度要求没那么高，骑兵们更重视斩劈力度与切割的角度。这时候估计有人要问了，那为什么不配把长矛呢？原因很简单，长矛携带不便，行军100天，作战10分钟，尤其在火器比较发达的近代战争，这事儿就太痛苦了。当然了，尽管如此，直到一战时期，也有大量骑兵部队不得不携带长矛，而直刃刀剑便是长矛的便携缩小版。有人总担心直刃刀刺入敌方身体会不会卡住或者折断，事实上他们是忽略了战场上活动的人体和固定靶体的区别。就拿英军最后一款1908-1912年事件为例，这款直剑的诞生年代已经没有骑兵对冲的场景存在，所以此时的骑兵剑已经稍弱了斩劈的功能，从而把刺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当时的骑兵剑是对付步兵的利器，当高速运动的骑兵剑刺入相对低速运动的人体后，骑兵会迅速翻腕扩大创口，被刺入的敌人因腹痛倒下，骑兵借助马的速度迅速脱离目标，再寻找下一个目标。哪里有什么停下马来面对面的拼刺较量，通常只有一下。就骑兵时代战场的卫生救护条件来讲，通常是刺上就刺上了，刺不上敌人自己被对方刺穿了，就下辈子见了，容不得一点闪失。所以弯和直到底哪个更好，更多的时候其实全看战场对于哪一种武器的需求更大。说了这么多，弯的和直的，你更喜欢哪种刀呢？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再见。